嗨，欢迎回来，我是李子。最近小米新品真的是连发呀，虽然大家的关注度可能都在新的折叠手环跟耳机上面，但事实上发表会上有一台酷东西非常吸引我的目光啊，那就是我前面的这台萤幕。特别在哪里呢？这台萤幕的全名叫做小米 Mini LED 电竞萤幕 G Pro 27i， 名字有够长，但是亮点非常清楚。没错，这是一台主打 gaming 的 Mini LED 萤幕，并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小米在国际版推出的第一台 Mini LED 萤幕，并且毋庸置疑的是，这也是小米国际版史上规格最高的一台萤幕。我们就先来带一下 G Pro 27i 的3大重点规格。第一，它搭载了一块27寸16:9的 2K 180Hz 高萤幕更新率，并且是 Fast IPS 的面板，规格不错。但如果只是 2K 180Hz， 市场价大概是6-7千左右的价位带就有了。真正让 G Pro 27i 有看点的是下一个。第二，大重点就是 G Pro 27i 采用的是 Mini LED 背光技术的萤幕，并且分区规格也很亮眼。小米在27寸的萤幕当中塞了4608颗的 Mini LED 灯珠，4颗一区，总共1152分区。第三个就是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台湾开价只要9995，不到万元啊！所以同审来看，这个 2K 180Hz 加上1152分区的 Mini LED 规格到位，但最大的亮点还是不到万元的售价就可以入手啊！目前我看了台湾市场一圈，还真的没有可以对标的产品啊！规格和价格是真的都很亮眼，不过究竟国际版的小米 G Pro 27i 实际显示效果、数据表现到底如何？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我们先从外观看起。这次我们开箱的是来自小米的 Mini LED 电竞萤幕。依照惯例，还是帮大家说文解字一下。这台的官方名称叫做小米 Mini LED 电竞萤幕 G Pro 27i。前半段非常直观，没什么好讲的。而 G Pro 27i G 系列就是小米游戏定位的萤幕 ，Pro 代表的是高阶，27代表的是寸数。萤幕正面的左下角也直接贴了 G Pro 的贴纸，完全不会认错。所以婉转来看，就是小米高阶定位的27寸游戏 Mini LED 萤幕，以下我们就简称 G Pro 27i。在外观设计上 ，G Pro 27i 是有用心设计的，支架上直接标出了 Mini LED 的文字，右侧则是有小米27的文字，整个设计风格非常明确，就是走星际风的黑白配色，并且还有心灵加成的 LED 灯环，诚意也够。一开始以为是单色 RGB。结果设定里面一调，才发现原来是有分区灯珠可以串成 RGB 灯环的设计啊！游戏效能再加20%。不过灯效只能透过 OSD 调整，只有单纯的4档模式。OSD 的5项摇杆则是放在萤幕的右侧，底部左侧 G Pro 贴纸，中间新版小米 logo， 右侧有一个电源指示灯。而在底座上采用的是2爪的设计，在安装上只有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把底座放好。第二个步骤把支架放上去，第三个步骤有4颗螺丝要锁上去，这步比较繁琐。不过随附这个简易的螺丝起子居然有上磁，倒是有点意外。最后一步，萤幕这边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快拆卡扣设计了。安装非常简单，只要先插进去，然后往下压，这样就完成了。拿起来也一样，按一下卡扣，然后往上抬就下来了。好，再装一次，插进去，压下去，完成。所以 G Pro 27i 这个安装流程可以说是容易，但不够省事，几分钟就可以装好，难度不高。另外，这个底座虽然正面是塑胶材料，但其实翻过来里面的主结构还是整块金属的，所以稳定性和结构强度也 OK。不过可惜的是，随附的线材就只有一条 DP， 其他要自己准备。盒装内也随附了出厂的 sRGB 和 DCI-P3 校正报告，表现我们等一下也来详测。而在支架设计上 ，G Pro 27i 也是该有的都有。这组支架可以随意调整左右以及上下的俯仰倾角，我这边也展示一下分别的最大角度。另外高度也是可以调整的，采用的是无段式的支架设计，你想停在哪里就停在哪个高度。滑轨的阻力也调得不错，2只手指头就可以轻松调节。不止如此 ，G Pro 27i 还可以转成直立显示。最后，支架这边也有简单的单孔转线设计，可以做到基本的理线。壁挂的话，居然是 VESA 75×75的规格。接着我们来看 I/O 接孔 ，G Pro 27i 的接孔就非常单纯，提供了2个 DP、2个 HDMI、1个音讯接孔，最后是电源，没有 USB， 也没有内建喇叭这些进阶功能。好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带大家来看最重要的萤幕表现。
这台小米 G Pro 27i 在硬体规格上是非常有看点的，尤其你放在同价位来看，已经不是优势，而是根本没有可以对标的对手啊。它搭载了最快16:9、27寸2560x1440，也就是 2K 解析度的雾面平面萤幕。面板上就是目前主流的 Fast IPS 技术 ，G2G 1 ms， 在显色上也没有意外，采用的就是广色域的量子点显色主流方案，并且支援最高180Hz 的高萤幕更新率，支援 High FRC 做到8抖10B 的色深。在 OSD 这里可以开启 FreeSync， 没有 G-Sync 认证。不过这台规格上最亮眼的地方并不是面板，如果只是一台 2K 180Hz 的萤幕，台湾市场上大概6-7千也可以找得到。不过这台强的地方就是它采用了 Mini LED 背光，并且一上来就是1152个分区，然后还只卖你不到1万元的价格。目前还真的没有同规格或是类似规格的竞争产品。小米最近这波开价真的越来越有以前小米的感觉了。HDR 规格官方标 HDR1000， 不过并没有特别认证。不过在往下测之前，我们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 Mini LED 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Mini LED 的本质还是 LCD 背光显示技术，也就是前面是面板，后面需要有光源打在面板上面，这样才能点亮整个萤幕的显示器。而 Mini LED 就是指后面那个光源的技术，也就是目前最新最强可以把面板点亮的技术。之所以大家会说它是最强，原因就是 Mini LED 的每个灯珠的体积都比传统的 LED 模组小超多，所以在同样的面积下 ，Mini LED 背光模组就可以塞进更多灯珠。就以这台来说，小米就塞了4608颗 Mini LED 灯珠，并且每4颗灯珠一个分区，切成了48×24，总共1152个分区。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目前传统的 LCD 电脑萤幕大多都没有分区，它就是整个萤幕一区，所以你才会看到萤幕显示黑色的时候都会蓝蓝灰灰的，这就是因为它没有分区，背光就只能一直亮着。而就算是以前好几万的直下式 LCD 萤幕，也就是做到几百分区就已经很好了。所以 Mini LED 最大的优势，看我们的画面就很清楚了，分区越多，代表可以做到的控光分区也就越多。而有更多的分区，系统就可以控制每个分区的开关亮度，黑的地方就关掉全黑，亮的地方就全开，超亮，也就可以更细腻的呈现光影变化。并且 Mini LED 的一大优势就是亮度表现大幅提升，过往一般萤幕的亮度大多是200-300尼特，好一点来到400-500尼特。而 Mini LED 之下，我们透过特殊的方式触发，这台背光的峰值可以轻松突破1400-1500尼特。不过要注意，这纯粹是在测面板性能，实际 HDR 小米是锁在1000尼特的，所以高亮度表现也是目前 Mini LED 明显更优的地方。跟 QD OLED 对比，我们之前有做过影片了，大家可以回头复习。但是说真的，10000元预算的话 ，QD OLED 就先不要想了。不过 Mini LED 虽然有诸多优势，但也有不足，还有技术难点的地方。Mini LED 最难的地方就是有几千个控光分区，那到底要怎么样调整才好？非常考验各家品牌的背光演算法，这也完全决定了 Mini LED 萤幕的实际表现。所以 Mini LED 是完全无法只看规格的产品，一定要测了才知道。所以我们也就不废话，直接进入到萤幕实测环节。我们就直接从 Mini LED 最强势的亮度测试开始，帮大家实测亮度表现。经过我们实测，这块面板在无视 HDR 协议之下，1%最大亮度可以达到806尼特，全白萤幕之下更是可以冲破1480尼特，非常非常亮啊！最大亮度虽然在50%的显示面积之下，可以达到1500尼特，以 Mini LED 来说非常猛。不过正常来说，并无法达到这个亮度表现。例如在 Windows HDR 之下，这块萤幕就会遵守协议，控制在最大1000尼特上下的标准。1%最大亮度可以达到605尼特。最大亮度虽然在全白萤幕可以达到1015尼特，不过 G Pro 27i 同样是有 ABL 机制的，在峰值出现的几秒后也会平滑下降。而如果是在 SDR 之下，1%最大亮度可以达到451尼特，全白幕834尼特，还是非常亮，完全是一个闪光弹来，真的是会被闪到的程度，所以建议亮度谨慎调整。SDR 之下预设即可，没有必要拉满。并且 Mini LED 也不只是看亮度，还要关注实际表现。我们就先来看主要的3个重点：1. 光晕；2. Mini LED 背光的反应速度；以及3. 实际场景的控光策略。首先来看光晕，正面表现没太大问题，我们直接看侧面。这个光晕表现就比较明显了。不过其实小米这台的光晕控制已经不错，但是在我们的体验中，小米这个控光内缩的强度不低，如果你仔细看，还是会有能感知的一圈。另外，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Mini LED 萤幕的朋友，我这边简单带一下。
通常 Mini LED 萤幕都会提供多档的背光调节选项，小米就提供了高、中、低关闭4档。高就是 Mini LED 会最积极调光，低则会放低强度。那简单说，高通常是在看 HDR 影集玩3A 的时候才会开到高，这时候的亮度、对比表现和背光控制的积极度都会达到最高。而游戏画面、影集、明亮场景一定是 OK的。就算是低光场景，只要不是难度真的过高的画面，你其实在专心看剧、专心玩游戏之下，是很难感知到 HDR 调光的。所以开高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显示效果。另外，因为这台是 IPS 面板，所以对比本来就没有 VA 强势，开到高的明暗对比也会更加深邃。但是在高之下，如果你用的是深色主题，再搭配上白色箭头，在快速移动之下，因为背光反应的问题，很容易箭头就会被吃掉。所以一般使用可以调成低，甚至很多人就直接关闭，当成一块亮度高、均匀度漂亮的 LCD 萤幕来用。说真的，其实也没有不行啦。我这边也提供一段快速移动的画面给大家参考。G Pro 27i 我个人认为表现是有达到水准之上的，加上分区有堆料够多，调光还是相对流畅的。最后就是实际来看表现，直接来看《怪奇物语》这段经典的高对比测试场景。除了已经很习惯 Mini LED 的朋友可以看出来背光内缩的痕迹之外，G Pro 27i 其实还 OK， 没太大问题。又或者是我前几天在追的 Sweet Home 最新一季，这段极其严苛的低光动态场景，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蛮适合当测试画面的，表现也 OK。不过论对比表现，肉眼上 IPS 的 Mini LED 的确还是跟 VA Mini LED 有差。最后来欣赏一段漂亮的高光，没错，这就是 Mini LED 最擅长的高光画面。当阳光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会有被闪到一下的感觉。这种简单的场景我就不多测了 ，G Pro 27i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可以轻松驾驭。所以整体来说，这次的 G Pro 27i 的 Mini LED 控光，我认为没有惊喜。但是不要觉得没有惊喜这个评价很普通哦，因为 Mini LED 最难的地方并不是做到亮眼，而是做到不要翻车。能做到平均水准之上就已经不容易了。不过重点还是看上 G Pro 27i 的价格啦。我认为这台目前的表现拿来玩3A 看 Netflix， 如果你是对比 LCD， 那绝对都是明显的跳跃性提升。接着我们依照惯例，肯定是要来实测一下显色效果。这次 G Pro 27i 在 OSD 当中提供了4种的显示模式，我列在画面上，并且在每个模式下都还能独立调整你想要对应的色域空间。总共提供了 sRGB、DCI-P3、Adobe RGB 以及面板原生性能4档。在原生色域模式下，基本上就是把色域覆盖撑好撑满的表现。经过我们实测，可以达到 99.9% 的 sRGB、95.8% 的 Adobe RGB 以及 98.8% 的 DCI-P3 色域覆盖。这个色域覆盖没什么太大问题，也是 IPS 阵营第一梯队的表现。不过真正的重点，我们还是看到每个色域模式下的色域线缩以及色准表现。首先 sRGB 模式，色域覆盖达到 98.5%， 没太大问题。不过我们手上这台 CCT 落在偏暖的 6000K，CCT Delta E 偏大，来到 3.8， 这也造成接下来测试的所有模式几乎多少都受到 CCT 偏差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台在显色的色准上 ，G Pro 27i 色彩平均Delta E 1.6， 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给过的意思，小于1就是顶级表现。而这台达到 1.6， 所以色准给过没太大问题，色域线缩表现也 OK。但是最大Delta E 4.67， 同样是受到 CCT 偏差的影响。这还真的是令人有点意外啊！因为小米过往的 CCT Delta E 表现都是可以轻松达到小于1的顶级高水准表现，但是 G Pro 27i 我看大家的评测，这次的出厂校色好像都是类似的情况。不过要先说明，我们这边是用比较严格的角度去看色准。如果理性来说的话，从数据上来看，平均 1.6， 最大 4.67， 其实已经不错，也到了给过的程度了。所以我的建议很明确。如果你是买来玩游戏、买来一般日常使用的玩家，这个色准很够用了，完全不影响。你基本上可以完全忽略这个差异。加上客观来看，这台也就是10000元以内的售价。以台湾市场来看，这个表现依旧是海放一票根本没有出厂校色的萤幕来得好啊。我只是纯粹觉得小米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好。不过如果你是买来修图、非常在意 CCT 色准的朋友，那这台就稍微建议额外校正一下啦。接着来测 D65P3 模式。色域覆盖达到 98%， 而在显色色准上 ，P3 的表现就很普通了。经过我们实测 ，G Pro 27i 的色彩平均Delta E 3.93， 最大Delta E 6.02。最后来测 Adobe RGB， 色域覆盖达到 95.8%， 色彩平均Delta E 达到表现不错的 1.6， 最大Delta E 4.51。所以通审一下，游戏日常使用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买来修图使用，或是很在意光影时的色准以及是否可以完全贴近 D65，那就需要额外校色了。另外，这台用的是 Fast IPS， 基础的 UFO 残影也帮大家测了，目前玩下来就是常规水准，我就不展开来细聊。而在可视角上，这边也直接提供实测结果让大家参考。剩下时间，我想留给相容性，帮大家测一下显示规格。首先来自 Windows 主机，那就要分成 HDMI 和 DP 两个协议来说。在 HDMI 之下 ，GPRO 7i 可以达到最高2560x1440标准 2K， 但是更新率会被限制在144Hz， 最高只有8位元的显示规格。而如果是在 DP 之下，最高就可以达到2560x1440标准 2K， 更新率可以完全解放到180Hz， 以及最高10B 的连接规格。所以桌机完全建议用随附的 DP 直连显卡。接着透过 HDMI 线材，我们连接上 Xbox Series X， 经过实测，最高可以达到 2K 120Hz 的规格。同时这边可以看到支援 HDR10， 没有 ALLM， 但是可以开启 VRR 可变更新率。最后透过 HDMI 线材，我们接上 PS5， 实测最高可以达到 2K 120Hz 的规格，同时也支援 HDR 以及 VRR 可变更新率。而在实际体验上，我们也透过 Windows 实拍几款游戏。首先，如果你平常大多是玩3A 画面欣赏居多的游戏，像是2077 Forza， 那都非常推荐把控光选项调整为高，完整解放 Mini LED 的显示效能。除非是低光场景，那我觉得这样的中就很可用了。我这边也实际展示一些游戏画面让大家参考。而如果你是 FPS 的玩家，小米在 OSD 提供了4档的反应选项，并且开启游戏模式之后，也会有对应的 FPS 模式。不过即使都开，我测下来这块就是 Fast IPS 的常规表现，一般用户完全够用。进阶玩家，我觉得你原本就不会只看这个价位带，所以我不担心你们。另外 FPS 之下，我自己的习惯是会把控光完全关闭 ，FPS 游玩体验的优先级，我自己是大过画面效果的。好了，本期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整体来说，小米这台 GPRO 27i 最重要的2个重点：第一 ，Mini LED； 第二，售价。没了，就是一个规格强悍、价格也有诚意的产品啦。主要还真的是目前市场上还真的没有明确的对手。不过重点，虽然这是小米第一台 Mini LED 萤幕，但无论是规格用料、实际的光晕控制、调光表现也在水准之上，并且 Mini LED 破1000尼特的亮度表现也有稳定发挥。不过如果你是第一次用 Mini LED 的朋友，还是要稍微熟悉一下有了区域控光之后的差异，以及跟传统 LCD 所带来的不同。例如 Mini LED 因为有背光反应速度的问题，所以在深色背景下可能会有箭头跟不上的问题，然后深色背景的区块亮度会很低等等，所以日常文书其实选择低，或是有些人直接干脆选择关闭控光工作，让它变成一般的背光全开，体验上都会更加舒服。你也可以游戏跟追剧时再打开就好。我觉得这台唯一可以说是可惜的点，就是前面刚刚提到的出厂校色应该可以再更好一点。目前的表现对游戏对一般用户来说是绝对足够，加上这台的定位本来就是 gaming， 所以这个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开箱科技产品就是这样嘛，身为消费者的我们总是想要更多。重点这台机器的规格跟售价是真的都很不错，这种各方面都很好的产品，你觉得很希望最后一个小拼图也很完美，你们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好啦，本期节目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测最多的数据和体验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是我们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